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们将解读 Sachin Chaudhuri 先生的畅销书《成为幸运人的小习惯》。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每天积累1%的进步，1年后会带来38倍的增长。第二，成为幸运人的1分钟习惯 Part 1。第三，成为幸运人的1分钟习惯 Part 2。首先，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解释每天积累1%的进步，1年后会带来38倍的增长。这本书的主题是通过小习惯来成为一个幸运的人。大家对运气有什么看法呢？可能有人会觉得成为幸运的人或者掌控运气听起来有些可疑。然而，读完这本书后，你会发现这些疑虑都会消失。确实，世上有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通过养成小习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幸运的人。你可能在生意上成功、晋升、加薪，或者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好运往往能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幸福。而且，正如本书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实践这些小习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幸运的人。作者在过去与许多世界著名企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们一同工作。这些成功者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准确地理解通过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来变得幸运，并且善于将运气转化为自己的优势。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走好运，然而光靠希望是不够的，那只是单纯的听天由命。我们需要主动采取行动，才能成为幸运的人。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他从成功者们身上学习并实践的方法，以帮助读者成为幸运的人。越是成功者，越重视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的思维和行动来掌握运气的流动。这就是书名中所提到的小习惯。那么，这个小习惯具体需要多少时间呢？答案是仅仅1分钟。通过每天积累1分钟的小习惯，您可以从内心真正享受工作，消除对金钱的焦虑，建立一个充满笑容的家庭，最终获得理想的生活。这样说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和神秘。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看看书中的内容，看看作者所说的是否真的如此神奇。人是可以通过一点点的改变来实现自我提升的。这些小小的改变最终会带来巨大的成效，指引您走向成功。哪怕每天只改变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有人可能会觉得每天只改变1%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有趣的计算公式：每天积累1%的进步，1年后将带来约38倍的增长。首先回想一下昨天的自己，然后在昨天的基础上，仅仅改变1%的习惯，这样就足够了。例如，在早晨的时间里屏蔽媒体上的负面新闻，或者尽量将脱口而出的负面语言改为积极的表达。关键在于每天积累这1%的改变。假设昨天的您表现是100%，那么今天在此基础上增加1%，您就达到了101%的表现。同样，在第二天，101乘以101%会得到102.01%。第三天继续如此。经过1年这样的增量相乘后，最终将达到101%的365次方，相当于3778%的表现提升，也就是近38倍的成果。怎么样？每天改变1%看起来似乎是可行的吧？每天1%的习惯改变，经过1年后，您的表现将提高38倍，您将焕然一新，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些生活顺利的人，准确地理解通过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来变得幸运，并且善于将运气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模式。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成功者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作为规则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心态和态度会发生变化，运气的流动会改变生活，也会因此改变。作者仔细观察并研究了成功者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将这些模式列为习惯清单。当他审视这些清单时，惊讶地发现，这些习惯实际上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甚至只需1分钟。本书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简单习惯。在接下来的内容，我将重点解读其中一些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习惯，并详细解释其内容。
接下来我将解释第二部分，成为幸运人的1分钟习惯 Part 1，仅需1分钟的习惯。首先，让我们列出今天要介绍的习惯：1. 断舍离所有的负面情绪；2. 走出舒适区；3. 不断给予，给予再给予。首先，我们来讲解第一个习惯：断舍离所有的负面情绪。生活顺利的人，从耳闻的新闻到人际关系，都会断舍离所有的负面情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类是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生物，要让心态和运气陷入负面的螺旋是很容易的。如果只关注不好的事情，很快情绪就会低落。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到关于杀人事件等负面新闻后，情绪变得低落。相反，如果我们能够让身边充满正能量，那么我们自然会感到幸福。因此，我们需要断舍离负面情绪。具体来说，就是尽量排除看到的信息、遇到的人、经历的事件中的负面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快乐的环境。例如，作者每天早晨起床后到出门前，完全不看任何类型的早间新闻节目，因为这些节目常常会放大报道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故、政治家的丑闻、他人的罪行和失败等。如果一个清爽的早晨，却看到一条信息是令人悲伤的杀人事件，自然会让心情和运气下降。更不用说那些与您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名人丑闻了。同样，对于交往的人际关系也需要断舍离，比如那些一开口就满是抱怨、完全没有建设性言论的人，那些背后说人坏话的人，以及那些总是传播无关紧要的八卦新闻的人。对于这些将负面情绪带到您身边的人，必须彻底断舍离，并且要用那些总是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人，或者可以与之切磋琢磨、共同进步的人，或者单纯是让您感觉愉快的人来填满您的周围。人际关系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是负面还是正面的。顺便提一下，作者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断舍离，经常会检查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如果发现某人最近总是说负面的话，就会把这个人删除。同样，像 LINE 这样的消息应用程序中，如果某个人的名字让他感到不愉快，他也会将其删除。通过从身边彻底排除负面的因素，就能自然而然地让自己被正面的事物包围。接下来，我将解释成为幸运人的第二个小习惯：走出舒适区。大家知道“舒适区”这个词吗？它指的是让人感到舒适、没有压力的环境。例如，每天做相同工作的职场，或者长期交往的让人感到轻松的人际关系。这些环境没有太多刺激，也没有风险。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舒适区。然而，为了成长，这些舒适区的环境是不利的，因为舒适的环境会阻碍人的成长。人在适度有压力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和发挥出更高的能力。然而，无论身处何种地位或职业，人类都有趋易避难的本能。为了安全，人们会倾向于待在舒适区。如果面前有一条轻松的路和一条困难的路，大多数人会选择轻松的那一条。但是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主动走出舒适区。因为正如大家可能已经隐约感觉到的，待在舒适区内人是不会成长的。要成长需要适度的压力作为动力。那么，如何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走出舒适区。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舒适区之外有一个适度压力且高学习效果的学习区。人类在这种环境中会得到锻炼，将自己置身于适度压力的环境中并不困难。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些小小的努力和视角的转变，就能获得成长的机会。例如，当你发现一个感兴趣的活动时，不要犹豫，立即点击参加按钮。这是一个走出舒适区的绝佳方法，而且这个习惯花费的时间甚至不到1分钟，只需要几秒钟。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会看到各种活动和研讨会的信息。活动的内容从学术讲座到以社交为主的聚会，应有尽有。社交媒体上，除了自己订阅的感兴趣的领域，还有他人分享的各种信息。忽略这些信息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每个新的社区都会带来新的交流和学习机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紧张是人之常情，然而这种紧张感和兴奋感
正是您走出舒适区的标志。突然加入一个陌生的社区，确实需要勇气，但只要不是收费过高的活动，即使没有收获也没什么损失。无论是行业交流会还是兴趣小组都没有关系。点击活动页面的参加按钮，这个动作花费的时间甚至不到几秒钟，但通过这个动作，您就走出了舒适区，可能会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朋友，这对您未来的生活肯定会有积极的影响。任何稍微引起您兴趣的活动信息，都是您成长的绝佳机会。在这里，我还想介绍一下鹤立鸡群的法则，这是指您经常与之交往的人对您的潜力的影响。具体来说，您身边5个人的平均收入就是您的收入水平，这意味着您的社交圈对您的生活质量和成就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积极参与新的活动和社区，可以让您接触到更多优秀的人，从而提升自己的潜力和生活水平。通过这些小小的行动，您不仅能走出舒适区，还能在与新人的交流中学习到更多，成长得更快。每个新活动都是一次机会，让您迈向更加成功和幸福的人生。如果您平时交往的朋友们年收入都在500到600万日元左右，那么在这样的社交圈中成长的您，收入也可能大致相同。反之，如果您经常与那些商业才华出众、年收入高达1亿日元的人在一起，那么您也有可能赚取接近这个水平的钱。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了，仅仅因为与高收入的人交往，自己的收入就能提高，听起来不太可能。然而，鹤立鸡群的法则并非空谈，原因在于平时接触高水平的商业讨论，可以提升您的信息敏感度，增加遇到商业机会的可能性。举一个书中的具体例子，前不久，2位公司经理 A 先生和 B 先生在作者面前有过这样的对话。A 先生说：“我正在考虑开一家这样的餐厅，您怎么看？” B 先生回答：“听起来不错，如果能找到好位置，应该会成功。” A 先生接着说：“问题就在位置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店面。” B 先生建议：“六本木有一个不错的店面，最近我认识的人那边有空出的位置，还没公开，我可以介绍给您。”随后，这个建议很快就促成了 A 先生的新店铺合同。很多房产信息在正式公布前，所有者之间就已经交易完成了。A 先生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店面，是因为他的人脉中有这样信息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他可能无法成功。所以，与收入高、信息敏感度高的人在一起，可能在平常的对话中就会发现商业机会。成功人士往往不愿在公开场合透露他们的成功秘诀，但如果您与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可能会在私下告诉您如何赚钱、如何成功。这些现实中的宝贵信息，可以大大增加您获得商业机会的概率，从而提高您的收入。确实，如果您总是和相似的人或同行交往，那认识新人的机会就不多。因此，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跳出舒适区，和完全陌生的人一起出去喝酒，参加跨行业的交流会等。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成为运气好的人的第3个小习惯，即不断给予，给予再给予。刚才提到，与高收入人群和信息敏感度高的人交往，虽然如此，可能很多人会感到失望，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联系。对于这样的人，我希望意识到不断给予、给予再给予的概念，持续给予而不求回报。最近经常听到 give and take 这个词，它指的是提供某物而期待回报的平等关系。作者在书中主张不应该追求索取，换言之，恰到好处的给予是最佳的做法。所谓的给予，意味着向他人提供某些东西，做出贡献。如果以给予和获取为前提，这样的给予可能听起来像是歌词，但这并没有实际意义，不是考虑从别人那里获取多少，而是在不计较得失的情况下继续提供。这样的慷慨才是真正能够留在他人心中的技巧。在当今的评价经济社会，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和信任变得尤为重要。您可能也听说过这一点。那么，如何才能获得他人的评价和信任呢？正如作者所说，不求回报的持续给予就是关键。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获得别人的感激，让人觉得这个人真不错，或这个人值得信赖。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像本书作者那样的人脉和资金，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给予他人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作者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够给予他人的东西，即使您还年轻，作为商业人士可能不够成熟，但您可能擅长您所在时代的营销。对于了解年轻人中流行什么的渴望，很多人都不会觉得多余。如果您是女性，您可以提供女性独有的感性或作为母亲的视角，在企划会议上女性员工提出的想法，即使是男性作者也未必能想到，这并不罕见。这说明您一定拥有自己独特的可以给予他人的东西。如果您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那么您如何能够从一无所有中站起来？即使是获得他人的一点点信任和成就，这些信息对许多人来说都非常有用。接下来，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在最后第3部分成为幸运人的1分钟习惯 Part 2，介绍2个能让您变成幸运人的1分钟习惯。第一个是放弃对金钱的罪恶感，第二个是用金钱购买时间和空间。首先，让我们来讨论成为幸运人的第一个1分钟习惯：放弃对金钱的罪恶感。我想问问大家对金钱有什么样的看法？请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您认为赚很多钱是不好的欲望，或者认为富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赚钱，持有这样对金钱的负面观念的话，很遗憾地告诉您，变成富有或过上富裕生活对你来说会很难。在日本，似乎很多人对赚钱不抱好感。对于不是日本人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反映了日本的文化观念。不久前 ，COCO 的社长投入了1亿日元，为100人每人提供了100万日元的新年礼金。这一行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看到这一行为，有些人认为这是对金钱的极端使用，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道德。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行为会受到批评呢？或许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崇尚清贫的国家吧。的确，摒弃私欲，即使贫穷也坚持正直的行为，这非常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观。但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影响导致了一个误解，即赚钱和使用金钱就像是坏事一样。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负面的。首先，我们需要摒弃掉赚钱是坏事的误解。要想变成一个有经济余裕的人，就必须让金钱喜爱您。如果您将金钱视为肮脏的东西，那么金钱怎么可能会来到您身边呢？如果你想被某人爱，首先您必须珍视并爱护这个人，对他们表达尊重。如果您对待他们粗暴，他们自然会离您而去。对待金钱也是一样的，只有当您珍惜金钱，并且明智地使用它时，金钱才会流向您。我刚才提到了明智地使用金钱。那么具体来说，明智地使用金钱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用100元购买价值100元的商品，这是最普通的消费方式。因此，作者推荐使用金钱来提升自己的运势，比如捐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即使是购买价格较高的艺术品，如果它真的能让您在艺术上或情感上受益，那么这笔花费就会让您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这种看似奢侈的消费，实际上可以为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巨大价值，成为一种正面影响您运势的有益购买。财神喜欢这种明智的金钱使用方式，而且采取这种方式的人会发现有更多的金钱涌向他们。作者希望您能摒弃对金钱的罪恶感，培养出让财神喜欢的习惯。最常见的对金钱的罪恶感来源于浪费。要采取明智的金钱使用方式，首先需要检视自己的消费。作者建议首先列出所有的开销，看看您一天内花了多少钱。很多人可能对此并不清楚，因此首先需要记录下来，以便准确地了解和列出。然后仔细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你会发现，如果这样消费下去，金钱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如今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免费家庭账本应用程序非常便捷，只需输入金额，它会自动进行合计。通过养成记录日常开支的习惯，您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天能节省多少金钱。彻底剔除不必要的开支后，钱包里的钱会变多，而腰围上的赘肉则会减少，这就形成了一个理想的循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二个成为幸运人的小习惯是用钱买时间和空间。我们已经讨论了可视化开支，现在让我们关注一下金钱使用的意义。
金钱的使用可以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您怎么使用它。以从涩谷到六本木的移动为例，最省钱的方式当然是存在的。许多人会选择乘坐电车或公交车，但如果选择乘坐出租车，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尽管有一种仅需几百日元且只需15分钟的移动方式，但还是选择了成本较高的出租车。很多人可能会对这种使用金钱的方式感到罪恶感，但是如果乘坐出租车从涩谷到六本木，大约只需10分钟。在这10分钟内，您可以发送23封邮件、检查新闻或者简单的闭目休息一会儿，这都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乘坐出租车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时间其实是您这一生最宝贵的。根据使用方式，它实际上等同于用金钱购买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超出支出的回报。关键是要深入考虑用这笔钱能获得什么便利。这不仅适用于选择新干线的绿色车厢，也适用于选择飞机的商务舱。如果通过支付这笔费用，您能获得舒适的环境，并能无压力地完成工作，那么这笔投资的成本效益绝对不小。将自己置于一个舒适和愉悦的环境中，也能提升运势。尤其是对于繁忙的商务人士来说，培养投资于环境创建的意识非常重要。比如，对于那些在家中容易懒惰的人来说，去咖啡厅工作是一个好的选择。即使花费了一些钱，如果去咖啡厅能让您集中精力工作2到3小时，那么这点钱是完全可以后来补回来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希望大家能通过实践这些1分钟习惯，有意识地变成一个运气好的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